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咱们来说一个投资理财类的话题。之前说到呢，买基金 ETF 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管理费。那篇视频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请先去看，因为那个视频呢是非常的硬核干货。那我当时在视频的结尾呢，就提到说，有些人可能会想，那为什么不干脆省去所有的管理费用呢？比如我自己买股票，然后买很多只、很多行业的，覆盖足够多的可能性，那是不是就和基金的表现一样了呢？或者说我的运气好一点，比如之前像特斯拉、Amazon 多买一点，那我自己选择的股票组合也许就能跑赢一只 S&P 500的基金呢？毕竟，如果咱们去看一下大盘30年的回报呢，其实也就是年10%左右。如果再除去通胀因素呢，感觉不多。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你的投资组合能轻易打败大盘吗？首先呢，咱们简单的复习一下指数的概念啊。这个 S&P 500 Index。S&P 500指数总是被拿出来作为比较呢，是因为这算是美国最有名的指数了。这个指数包含了美国上市的500家最顶尖的公司，所以呢，经常被当作评估美国经济走势的指标或者风向标。那这种类型的指数呢，在每个国家都有啊，比如香港的恒生指数，新加坡的 STI。所以呢，这也不是说只适用于美国的概念，所有的股票市场都有类似的。那追踪 S&P 500的指数型基金呢，像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 SPY、VOO， 它们成立的目的呢，就是复制这个市场，会把投资者的钱按照不同的比例呢，投入到这500家公司里。所以你买了这种指数型基金或者 ETF， 就相当于购买了这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只是不同的基金呢，会在比例上有轻微的不同。理论上来说，500家上市公司肯定不是每一家的股票都非常值得买，也不可能500家的公司同时涨或者同时跌，所以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如果你在1997年 Amazon 刚刚上市的时候，你买500股的话，那个时候金额不到1万美元，而且只有这一只股票的投资，到今天就价值上百万了。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咱们能有多大的概率能挖掘到这样一只22年翻了100多倍的公司呢？好吧，那咱们就说一只不行，多选十几只怎么样呢？假如说啊，我们想要自己寻找到某一个股票组合来 beat the market， 跑赢大盘，跑赢市场，那我们就要先来看看一个投资组合里到底买多少只股票才算是最佳选择呢？是5只、50只还是500只？那咱们大家都听说过啊，鸡蛋呢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有市场调查显示，大部分人的心中认为，一个风险足够分散的股票组合呢，大概是30只股票左右。于是呢，就有公司专门做了模型啊，来测算这种几十只股票打败大盘的可能性。那我现在呢，就来用最简单的语言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模型是怎么做的，是个什么意思。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呢，不要手软，快点先给我点个赞吧。还没有关注或者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请不要错过小夏和老麦的频道。我们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所有的投资理财、房地产、股票和赚钱相关的话题，争取呢咱们一起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留言、转发。YouTube 的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那这个专业的模型呢，建立了9个持股数字不同的投资组合，就是分别有1只、5只、10只、15、30、50、100、200以及500只股票啊，在这9个不同的组合里。然后每一个组合呢，都投1万美元。这些股票呢，都是美国罗素3000指数的成分股中间随机抽取的。投资的年限呢，设置的是1987年1月到2017年12月，一共是30年。那这1万的资金呢，分布比例是等权重的，也就是说，不管公司大小，选上的公司就分配同样的金额。比如，如果是1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就每一只分配1000块。然后呢，为了确保这种随机样本的分布充足，把这个模型跑了1万次，也就是它基本已经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组合的一个模拟演算。最后呢，把结果和同样是等权重分配持仓的完整的罗素3000指数进行了比对。
这里呢，我把报告中的结果原图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图呢，就是在展示给我们$10,000用于不同投资组合的回报模拟结果。那可以看到啊，9种持仓的模型，无论是1只还是500只的平均投资回报，都肯定不及罗素3000指数全成分股的投资组合的回报。但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当你持仓个股的数字越多，这个投资结果呢，与最大持股的指数投资结果越相近。那这个模拟持仓中呢，股票数量最多的500只组合的这个投资回报，与这个3000指数的差距是很微小的了。而持股30只的投资组合回报呢，比这个500的要减少了10%以上。那话说回来呢，在这30只股票的模拟投资组合中呢，确实有某几个或者说很少部分组合能够超过500只或者3000只的表现的，只是在把所有的可能性做了平均以后，从大概率来说，选30只股票是跑不赢大盘的。有太多的研究数据表明啊，像我上面说的，早期买 Amazon 或者特斯拉这种成功押注于1只超级赚钱的股票，这个概率呢是真的极为罕见的。对于缺乏专业选股能力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比如像我这种人，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很渺茫。即使咱们去看看那些专业金融人士的历史业绩啊，其实也很难找到如此高超的这个投资回报。S&P 呢，在2016年发布了一篇报告中说，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市场中大约90%左右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经理，在1年期、5年期和10年期的时间长度下，都并没有战胜指数基金长期的回报。用1年的回报率来比较呢，基金经理跑赢大盘的比例是最高的。但是当时间线拉长，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能打败 S&P 500的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是逐渐递减的。其实去年由于疫情这种黑天鹅事件呢，股市出现了熔断，但同时有很少一部分抓住了这个机会，做到了挣50%甚至翻倍的回报率。在现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吧，赚钱的人呢就都把结果拿出来说了，于是就会让很多的普通投资者认为自己也能做到这种回报率。但是当时间线持续拉长的时候，3年、5年、10年以后呢，反正我身边是有实例啊，就是一开始疫情那一波挣了1倍，后来呢慢慢又赔进去了。所以怎么说呢，反正数据都摆在这里，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和理念了。看你呢，觉得自己是属于那少数的高明的投资者，还是属于至少90%的普通大众了。其实就像大家选择订阅和观看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一样啊，每一个博主输出的都是自己的三观。那理财频道类的博主推荐的肯定就都是自己相信的一种财富理念。大家从我们其他的视频中呢，也能看到，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说基金、股票类的理财，或者是养老金、退休金、账户管理这些话题呢，我和老麦个人呢都是比较推崇长期投资的。我们虽然不相信一夜暴富，但是呢，相信能通过我们的各种研究、各种尝试和各种的理财途径，早日实现自己的财富目标。那和我们有相同感受的朋友呢，就不要忘记点赞、订阅、留言了啊！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和感想，都欢迎留言或者来信发 email 给我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